什么是冥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比如生存竞争的压力、亲密关系、人际关系的矛盾、学业、事业发展的未知挑战。这些问题经常会让我们整个的生命状态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就会带来一些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和困扰。而冥想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手段。冥想是通过很多种精神训练方法，让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一个特别的频率，让紧张焦虑的大脑和理性逻辑放松下来，慢慢地停止运转。大脑放松了，身体也会放松下来，久而久之，形成身心能量的正循环，你的人生轨迹就会越来越好。冥想的方法有很多，至少有100种以上，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机缘，适合不同的性格、不同需求的人群。第二，易经冥想有什么特别之处？易经冥想是众多的冥想方法中特别具有亲和力和实用性的一种方法，它涵盖了各个生活场景，能够给我们提供各种能量支持，在意识能量的层面上，帮助你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事业、财富、精神成长、家庭关系。易经的64卦就是64种能量符号，分别对应着64种生命能量和状态频率。所谓的能量符号就是一把钥匙，是通往另一个广阔天地的神秘大门。要想打开这扇大门，就需要通过冥想的方法，运用自己精神意识的力量，把注意力聚焦在这个能量符号上。当冥想的时间和状态达到一定标准之后，易经的能量信息符号就会向你敞开，将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如果我们的意识能和这些易经的能量符号同频共振，并且稳定保持一个周期，那么我们的意识频率就能够改变和升级，从而达到转化命运的高级境界。第三，易经冥想的原理是什么？举一个简单形象的例子来说明，用放大镜来生火。宇宙时空的能量无处不在，如同阳光照耀大地。而我们的意识好比放大镜，如果把意识放大镜的焦点长时间聚焦在一张纸的一个点上，那么阳光就会在这张纸上形成一个投射光点。这些光点就是能量符号，也就是易经的64卦符号。当意识聚焦的时间周期足够长，能量温度足够高，就会突破临界点，无中生有，产生燃烧的火焰。火焰呢，反过来改变这张纸的物质结构、分子结构。那我们的易经冥想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精神和意识的持续作用，突破临界点，改变我们现实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轨迹。第四，易经冥想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易经是一部天书，里面有天道和人道各个维度的能量信息，也给出了生活中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还有解决问题的能量密码。只要我们能够用易经冥想和易经天书中给出的64卦能量密码相连接，就会感受到易经智慧和能量的支持。如果你正受到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的折磨，那么易经冥想能帮助你摆脱焦虑，用全新的状态面对工作和事业。如果你正被一段过往的痛苦记忆所困扰，那么易经冥想能够帮助你疗愈过往的创伤，走出黑暗和痛苦的泥潭，重新获得光明与爱的力量。如果你遇到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障碍，可以通过易经冥想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用宁静的心来找出问题所在，依照你的心意去改变关系发展的走向。如果你正处于冲击财富的关口，可以通过易经冥想来提升自己的能量运势，从而一飞冲天。总之，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易经冥想的方式来得到易经智慧的能量赋能和支持。第5，易经冥想的地点，选择一个相对安静、不受干扰的环境空间，确保你能够保持专注状态，中间不会被打断。尤其要关闭手机，确保在冥想过程音乐不会突然中断，或者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所干扰。举几个例子，这个空间可以是你的家里，可以是安静的大自然里，可以在自己宽敞的汽车座位上，可以是公共空间里比较清静的书屋、咖啡厅、艺术馆。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独立封闭的办公室也是可以的。第6，易经冥想的时间，每天的清晨洗漱清醒之后和晚上的睡眠之前是易经冥想的首选时间。因为在这2个时间段，每天的工作生活还没有开始，或者已经告一段落，你可以心无旁骛，不必分心去应对工作生活问题。一颗专注的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冥想效果。当然，如果你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或者作息时间比较特殊，也可以选择在你最不容易被打扰、状态最好的任意时间段来进行易经冥想。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每一次易经冥想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在这个时间段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延长或者缩短。你需要明白的是，如果易经冥想的时间过短的话，你的生命能量充电的时间也相对有限，电池可能还没有完全充满。时间长一点呢，当然更好一点，但前提是不要有勉强或者很辛苦的感觉，因为这有可能会妨碍到你的长期冥想节奏。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不快乐、不享受，你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呢？所以要切记，欲速则不达，并不是速度越快，时间越长就越好。如果你有一定的身心成长基础，易经冥想的时间则可以适当延长。请你记住，最重要的在于，并不是一次冥想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是要形成长期的习惯，滴水穿石，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所以呢，不必追求每次冥想时间的长短，而应该尽量保证每天都在练习和进步。第7，易经冥想的姿势。易经冥想可以有多种姿势，是比较自由的。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你特别希望有一个参考标准的话，那么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有2个入门备选。第一个选择是坐着，可以选择双腿盘坐，或者普通的正襟危坐，也就是端坐的状态，全身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腿上，脊椎自然挺直，不要挺得太紧。眼睛呢，可以选择全闭上或者微闭，眼睛全闭最省事儿。如果是微闭的话，可以把眼神自然看向脚尖前方的1米左右。第2个选择是躺着，选择你最放松的平躺姿势，四肢自然放松，闭上眼睛，或者戴上睡眠眼罩。不必刻意保持什么状态，只需要跟随易经冥想的内容，随波逐流即可。即便进入睡眠状态也很正常。第8，易经冥想的核心注意事项。怎么样才能与这些能量符号共振呢？关键点在于，在冥想的过程中，心中的杂念越少越好，越放松越好，越真诚越好。以上是关于易经冥想的入门常识。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只是易经文化体系的大众入门部分，还有更多博大精深的内容等着你去发现。